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查理斯木，让我们看看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。2026年，美股市场并没有全面下跌，而是正在发生一件更加危险的事——分化。你会发现，过去几年最稳的科技巨头，反而成了最近跌得最狠的一批。Netflix 半年市值蒸发30%，甲骨文从9月跌到现在，股价雪崩了40%。微软自去年夏天以来，股价明显走弱，震荡阴跌不止。有很多会员朋友问查理，这算不算黄金坑？能不能抄底他们？但我要告诉朋友们，不是所有的便宜都值得你立刻去捡漏，尤其是在美联储政策预期开始动摇，鲍威尔被刑事指控的风波持续发酵的背景下，有些股票跌了反而更需要耐心。本期节目我们用数据、逻辑、估值3条线，把这些打折卖的科技股拆个干净。此外，查理还会为大家分析川普与鲍威尔这场政治角力的背后，究竟隐藏着哪些足以撼动整个美股市场的巨大风险。在正片开始前，我宣布一个好消息：为了体现频道智能化 AI 投资的主题，从1月11日起，查理斯木启用全新的 logo。本次升级真的要感谢大家一路给查理的支持和建议，很多的想法非常用心，我都认真记了下来。2026年开始，我们的更新节奏不会变，依然是加州时间周三、周五的下午4点，查理和大家一起讨论美股、美债、加密货币以及黄金市场的最新投资动态。在每期视频的最后，我也会照例更新 CRI 系统的资产配置以及 CRI 投资组合的实盘跟踪，希望能给朋友们做一个准确的参考。最后还有一个小福利，查理在 YouTube 社区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免费的 CRI 美股投资报告，感兴趣的朋友待会别忘了去社区领取哦。流媒体巨头 Netflix 自从10月底 Q3 财报暴雷之后，股票一直处在下跌波段，NFLX 股价已经从$120以上跌破到$90以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依然还没有见到奈飞形成完整的底部形态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虽然 Netflix 已经从高底蒸发了30%，但它的股价居然还有下跌的空间。查理在12月8日对 Netflix 收购华纳兄弟有专门分析过 NFLX 股价的走势。当时奈飞股价跌到了$100附近，而我的 AI 系统给出的是卖出信号，因为 NFLX 的下降通道还没有走完。果然，在1个月之后，奈飞的股价从$100跌到了现在的$89。那现在 CI 系统依然建议投资朋友们可以小幅建仓，但是别急着重仓抄底 NFLX，因为它的走势依旧还没能在月线级别上出现明显的止跌形态。如果我们看 Netflix 的本益比，会发现它的估值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了，PE 本益比从去年的高达50下降到了现在的38左右的 PE。如果考虑到奈飞的 EPS 每股收益年增速高达25%以上，其实38的 PE 也不算高。然而，正是因为奈飞要狂砸$827亿收购华纳兄弟，导致公司必须举债融资来完成这笔巨额收购。那这样它的资产负债表就比较难看了。可以看到，Netflix 账上现金有$93亿，但它的债务也高达$77亿，债务和净资产的比例已经攀升到了0.7。很明显，投资者不想看到奈飞短期内债务飙升的情况，因为那样会直接压缩企业的盈利空间，对 EPS 有不利的影响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奈飞收购华纳兄弟还需要好几个季度去走审批流程，而这个过程相当的漫长。可以看到，Netflix 目前正在向美国司法部和欧盟政府提交反垄断审核的申请。到今年第3季度，华纳兄弟需要剥离它的有线电视业务，然后到了26年年底，美国和欧盟政府才会最终决定是否批准两家公司的合并。在这个长达1年的过程中，一旦有负面消息传来，可能就会引发 Netflix 股价新的波动，投资朋友们需要特别小心。此外，Netflix 将在1月20日公布2025年第4季度的财报，届时公司将会对2026年的营收展望、并购的支出以及 EPS 增速有新的调整。如果奈飞下调 EPS 成长预期，也会对 Netflix 股价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买入并且准备长期持有 NFLX 的股票，也不需要过分担心公司基本面的恶化。毫无疑问，奈飞在娱乐和流媒体领域的护城河很深，除去并购之外，整体的运营也没什么问题。
华尔街的机构还是长期看好 Netflix 股价的表现。可以看到，机构对于 Netflix 1年后的目标价平均给到了128美元，比现在的市场价高出了42.9%。当然，查理预测，随着奈飞股价近期的走弱，华尔街会跟随着这波趋势逐步下调他们的目标价格和评级。但是，如果你能持有，并且等到2027年，等到和华纳的并购结束之后，那么 Netflix 很可能就会迎来柳暗花明，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件。截止到1月12日，CI 系统对于奈飞的股票给出了黄色的持有信号。虽然它的止跌形态还没有完全形成，但是 NFLX 股价下跌的速度正在大幅的减弱，这表明已经有部分机构开始进场逢低抄底建仓 Netflix 的股票。事实上，现在89美元的价格刚好就处在这个82到93美元的中等支撑区域。CI 投资系统建议，如果您对买入 NFLX 感兴趣，那最好等到公司在1月20日财报结束之后再逢低买入。这是因为短期之内并没有什么特别利好的重磅消息能够刺激 NFLX 股价立马来一个 V 型反弹。我们完全可以耐心的等待1周左右的时间，等到它的波动更加低的时候再入手 NFLX 股票会稳妥一些。当然，对于奈飞的仓位，查理也不建议买的太重，控制在10%以内是比较 OK 的选择。那和 Netflix 举债买华纳相比，甲骨文 Oracle 疯狂举债建设 AI 数据中心，争议就更大了。可以看到，ORCL 的股价从9月的高点345美元雪崩了45%，一度跌到12月中旬的180美元以下。查理在12月19日做了一期关于甲骨文的专题节目，详细列举了 Oracle 高达1000亿美元负债的还债时间表。当然，好消息是，面对外界对其业绩前景的质疑，甲骨文在26年年初主动披露了它的剩余履约义务已经攀升到了5230亿美元。除了 OpenAI 高达3000亿美元的算力大单之外，甲骨文新的季度订单增加了680亿美元，主要客户是 Meta 和英伟达，这给了多头信心。尽管甲骨文债务沉重，但是 Oracle 的 AI 云基础设施确实有其他实实在在的大客户在买单。然而，虽然 ORCL 股价近期反弹到了200美元以上，但是空头的动能也很强劲。1月9日，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在他的专栏中披露，他自己持有甲骨文的看跌期权，并且在过去6个月内一直在做空 ORCL 的股票。Burry 的观点非常尖锐，他直言不看好甲骨文目前的战略定位和投资，甚至用 Maybe Eagle 可能是出于虚荣心来形容甲骨文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激进扩张。甲骨文目前背负了约95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，是 Bloomberg 高级债指数中非金融类最大的企业发行人。Burry 认为，为了追赶 AI 浪潮而进行昂贵的数据中心建设，正在让甲骨文陷入财务困境。他还在文章中解释，为什么他只选择做空甲骨文、英伟达，而不动微软和谷歌。他认为，微软和谷歌拥有核心的软件和搜索护城河，即使 AI 投资失败，他们的核心业务依然稳固。而甲骨文这类公司目前的估值全靠 AI 叙事支撑，一旦 AI 回报不及预期，那么这种纯泡沫类股票跌势会最为惨烈。在分析甲骨文的暴跌与反弹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底层的核心驱动力，那就是它的灵魂人物拉里·埃里森。不同于已经退居二线的创始人，埃里森及其家族至今仍然持有甲骨文高达40%的股份，这就意味着在 Oracle，他拥有绝对的一票否决权和战略主导权。公司未来的每一步几乎都打着他强烈的个人烙印。目前的局势也非常清晰，埃里森正在主导一场 All in AI 的世纪豪赌。尽管大空头 Michael Burry 质疑其为虚荣心工程，但是在埃里森的眼里，这是甲骨文重回巅峰的唯一门票。正是在他的主导下，甲骨文不惜背负近1000亿的债务，也要疯狂建设云基建，来承接 OpenAI、Meta 和 NVIDIA 的海量需求。那经过了上一轮的暴跌，ORCL 的本益比还是偏高，有36.2，要高于谷歌、微软差不多33左右的 PE。虽然甲骨文预计明后2年的 EPS 增速将高达20%，但是短期之内公司背负了1100亿美元的债务，它的自由现金流正在以每年21%的速度下降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
甲骨文的长期愿景虽然很美好，但是短期的波动也没有办法避免。这张图显示了 CI 投资系统对 Oracle 的股价走势分析。因为公司在今年的 EPS 增速只有7.9%，我们以15到20倍的合理估值来测算甲骨文在26年的交易范围，大概率会出现在$119到$200之间。现在 Oracle 股价已经反弹到了$203以上，CI 系统建议可以逢高止盈部分甲骨文的仓位，套现离场。这是因为看多和看空甲骨文的机构，他们的博弈较量还远没有结束。我们很可能在接下来几周内看到 ORCL 股价持续震荡的行情，并且如果它的债务压力增加，甲骨文公司在新的财报中也可能调低全年的每股收益展望，从而刺激股价的下跌。当然，如果你是长期看涨甲骨文在 AI 云计算的业务，并且能够有耐心持有至少2年以上的时间，那么你确实可以完全不理会短期的价格波动，耐心持有即可。但是如果你想做短线交易，或者想更加便宜的抄底 ORCL，那现在也就不需要着急追高，可以再观望几周的时间。查理认为，甲骨文股价再度下探到$190以下是非常有机会的，朋友们完全可以再等等。好，聊完了 Netflix 和 Oracle，我们来看看打折卖的第3只巨头股票微软。和奈飞并购华纳，甲骨文举债融资不同，软件之王微软基本面非常稳健，但是它在过去半年的走势却依然偏弱。可以看到 MSFT 的股价从去年8月份一直横盘到10月底，然后突然向下跌了12%，现在徘徊在470至480美元之间。尽管2026财年第一季度 Microsoft 财报表现强劲，但是投资者对于其资本支出的增速感到不安。微软每季度用于 AI 基础设施的支出已经飙升至大概$349亿，同比增长74%。由于扩建 AI 设施的成本巨大，微软云的毛利率已小幅下滑至68%左右。管理层预计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到66%。市场就开始质疑，如此庞大的 AI 投入究竟何时能带来对等的利润回馈呢？当然，如果我们看 MSFT 的 EPS 增速，会发现公司在今年能够达到18%的高增速，并且在2027-28年 EPS 增速仍将维持在17%以上，是标普500指数平均增速的1.5倍，相当的不错。事实上，高盛等华尔街机构认为，微软的股价暂时被市场低估了。有52位分析师给出了 MSFT 一年的目标价，最高的给到了$730，最低的也有$500，中位$629，比市场价高出30%以上。有高达82%的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的评价。那在微软这只股票上，CI 投资系统和机构分析师的观点高度一致。结合公司在近2年的高增速和稳健的基本面，我们给了 MSFT 25到35倍的 PE 估值。它在26年的目标价格范围会出现在402到563美元，中位482美元，比市场价478美元要高出了那么一点点。CI 系统认为，现在 MSFT 正处在爆发前的黎明期，可能还会再盘整几周的时间。我们完全可以在市价附近低位吸筹，逢低建仓 MSFT 的股票，然后就拿着不动，做符号即可。期待微软在2026年第2到第3季度有新一轮的上涨波段。截止到1月13日，MSFT 是 CI 投资组合的第6大持仓，占了总资金的5.3%，排在 Meta、亚马逊和英伟达等之后。我的持仓成本在$474，会继续持有微软的股票，直到它创造新的历史高点。查理个人还是非常看好 MSFT 的长期走势，现在就有机会就买一点，然后慢慢攒起来就好，拿着非常让人放心。好，聊完了3只打折的科技股，我们最后看看已经从低点突破走出右侧行情的上涨股票亚马逊。可以看到，从去年8月一直到年底，亚马逊的表现和微软现在很像，都处于震荡甚至有下跌的走势。然而，从2026年1月2日开始，机构正在逐渐推升 Amazon 股票的右侧创高之路。过去10天，AMZN 股价已经从$226缓步上涨到了$248，涨幅超过10%，而且它的上涨动能还挺强。如果我们看 AMZN 的 EPS 增速情况，会发现它在今年的增速其实不算高，在11%左右，
和标普的平均增速差不多，但是到了2027年，它的 EPS 会快速跳升，能够来到23%的高增长。而到了2028年，AMZN 的 EPS 增速还将加速，达到26%，非常的惊人。得益于机器人、物理 AI 的大规模普及，亚马逊能够削减大量人力成本，为股东带来相当不错的高回报。此外，亚麻的核心云服务 AWS 的增长率也重回20%以上，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快的扩张速度。这让股东对于亚马逊在 AI 云基础设施的竞争力重新建立了信心。这张图显示了机构对于 AMZN 股价的预测，可以看到最低的目标价已经给到了$250，最高的居然给到了$360，一年的平均目标价为$297，比市价高出20%，说明亚马逊的上涨空间依然非常充足。有74位分析师对 AMZN 给出了评级，高达95%比例的分析师给出强烈买入或者买入，没有分析师给出卖出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，自杰夫·贝索斯退休之后，过了5年多，亚麻也终于等到了它的股价再度爆发时期。查理斯姆频道早在2025年8月到10月之间，就曾多次谈到 AMZN 股票，而查理和会员朋友们也早早买入 AMZN。现在我们的亚马逊投资也有超过11%的净利润。查理在上周有小幅止盈了一点点 AMZN 的仓位，把他的资金比重从8.9%降低到了现在的6.6%。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止盈了，坐稳扶好，看着 AMZN 股价突破$280之后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继续锁定超额收益。截止到1月中旬，亚马逊依然是 CRI 投资组合的第4大持仓股，仅次于 Meta、IBIT 和 STMO。好，我们小结一下，在今天分析的4只科技巨头软件类股票之中，CRI 投资系统对于微软的评价最高，在$480以下买入微软，潜在下跌的风险很小，大概5%左右，而1年之后能够实现18%的收益，属于攻守兼备的投资选择。其次，亚马逊股票也值得继续拥有，在$240左右买入，并且持有1年，可以带来潜在高达20%的回报。那对于 Netflix，公司基本面非常的优秀，但是由于近期要并购华纳兄弟，旷日持久，而且变数较多，CRI 系统目前只是给出持有的信号。当然，查理个人认为，如果你能 hold 得住 NFLX 股票超过2年，那么它也能给你带来非常不错的长期收益。最后，对于 Oracle 的股票，虽然它的云服务增长迅猛，但是60%以上的订单依然来自于 OpenAI，而且2年之内债务压力过重，因此 CI 系统不建议现在就着急抄底甲骨文，最好做小仓位波段套利交易，或者就暂时避开 ORCL，等到2027年局势明朗之后，再考虑要不要建仓买入甲骨文。不知道各位朋友怎么看 CI 系统的排序和选择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。好，聊完了美股动态，我们回到今天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角力当中。就在1月9日，鲍威尔居然收到了美国司法部送达的大陪审团传票，他面临美国政府的刑事指控。这次指控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翻修总部大楼，这项工程最初预算才7500万美元，但是在6年之间一路飙升到了恐怖的25亿美元。鲍威尔被指控在之前关于工程超支的国会证词中涉嫌作伪证。这次老鲍不忍了，直接选择摊牌。1月11日，罕见地发布了真人出镜的视频声明。在声明中，鲍威尔主席明确表态，他尊重法律程序，但是他认为这次调查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，而是一次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施压。他的核心一句话其实非常重：有人希望通过这场风波迫使美联储在利率问题上听话，而不是依据经济数据独立地做决策。这句话的潜台词只有一个：美联储的独立性正在被川普政府正面挑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件事情是否意味着鲍主席的谢幕、美联储独立性的丢失、川普支持率的下滑，以及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的溃败？查理认为 ，yes and yes，这些极大概率全是即将在2026年发生的事情。如果白宫可以通过刑事调查来对美联储极限施压，从而左右利率的走向，那么美联储就从经济裁判变成了政治工具。而一旦这个潘多拉魔盒打开，美元的信用基石就会动摇。为什么黄金会冲上历史新高？因为聪明钱已经开始
为没有独立性的美联储买保险了。美元的加速贬值会导致美债市场的大崩溃。更重要的是，川普的政治豪赌可能正在透支共和党的未来。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的反水只是冰山一角。美国的选民们看到的是不断飙升的物价预期和动荡的金融市场，这对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来说，简直是共和党的政治毒药。最后，美股市场的参与者必须面对分化的现实。权力游戏震荡的2026年，过去那种闭眼买指数的时代可能告一段落了。查理在去年11月5日的节目中就有过预测，2026年美股将比25年更加动荡。由于估值极高，且机构和散户都已重仓美股，一旦发生像美联储主席被告这样的黑天鹅事件，乃至产生连锁反应，那么标普纳指短期之内大跌20%以上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要警惕川普这个不安定因素，他的政策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舔血，稍微出点差错，美国从政坛到股市可能全得地震。当然，幸运的是，我们有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在帮我们控制风险。如果系统检测到美股有崩盘的风险，那 CRI 系统会在第一时间预警，让查理卖掉手中的大部分股票仓位，转到短期美债或者黄金避险。如果你也想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，欢迎订阅查理私募频道，或者加入 CRI 投资会员。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，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、美债殖利率的变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动性、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，来对美股、短债、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，或者维持不变。截止到1月中旬 ，CR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%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或者优质个股当中，把剩下15%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、IBIT 或 FBTC 上。那目前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，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。那在个股层面，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买入的股票，分别是 MP 材料、Pinterest 和 Dyer， 它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，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接下来是 CRI 投资组合最新持仓情况，可以看到我们涨得最好的股票依然是波音、亚马逊和联合健康。查理会持续持有这些优质的个股，直到他们的投资信号从买入变成卖出，我们再逢高止盈套现离场。现在就坐稳扶好即可。这2天我们没有新的交易 ，CR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是 Meta 占比45.2%，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.1%，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.1%，亚马逊占比6.7%和英伟达占比5.9%。接下来 CR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，我也会及时更新，请朋友们保持关注。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RI 投资组合的动态，可以加入先锋会员，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，还有专属独家抢先看的权利。精英会员还将解锁 CRI 爆点股票推荐、指数 ETF 买卖信号、CRI 退休组合持仓以及查理个人的交易动态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您对于 Netflix、甲骨文和微软的下跌有什么看法？哪只股票最值得我们抄底买入？川普政府指控鲍威尔做伪证，谁对谁错？美联储未来会怎样？请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，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。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、大力支持。我也会陪着各位穿越牛熊，在市场中成长。祝您生活顺心，投资愉快。我们周5的节目再见。